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很高兴跟大家相聚在国图公开课的演播室，共同参与中国传统艺术公开课书法课程的录制。今天是中国传统艺术公开课系列课程《中国书法从书写中生长的民族精神》第8讲的录制，由我国著名的书法家、书法教育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美术学院书法与绘画比较研究中心主任邱振中老师主讲。那么在上一讲课程的第7讲草书当中，邱老师为我们梳理了草书的发展史，并为我们介绍了草书发展史上重要的书法家和杰出的书法作品，并就草书未来的发展的可能性做出了自己的判断。邱老师认为，因为草书在节奏和结构的自由度上是无限的，所以草书在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也最大。那么我们都知道，篆书、隶书、草书、楷书和行书是汉字发展过程当中产生的5种主要的书体。在前2讲的课程，也就是第6讲和第7讲的课程当中，邱老师已经为我们详细的解析了篆书、隶书和草书。那么在今天第8讲的课程当中，邱老师将会为我们带来的是日常使用最频繁的书体之一——楷书。那么楷书为什么会是一切书写的基础？楷书经历了什么样的历史发展？书写训练一定要以楷书为起点吗？我想带着这些问题，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所以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邱振中老师为我们开讲《中国书法从书写中生长的民族精神》的第8讲楷书。有请邱老师。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们讲的是第8讲，楷书。楷书所有的人都会熟悉，因为从大家上小学开始，你们面对的就是楷书。楷书呢，在很长时间里被认为是所有书体的基础，同时也被认为是最困难的书体，因为要写得那么端正，那么美观，大家都觉得很困难。但是这种观点呢，其实是在唐代楷书产生了巨大影响之后才逐渐形成的观念。这种观念影响到宋代以来的书法史。但是事实上呢，楷书是从隶书发展而来的。早期楷书中包含了很多隶书的要素。唐代以来的楷书，它以提案为主导，使各种书体的书写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楷书它是程式化的笔法，匀整的结构以及相关的观念，成为书法发展的桎梏。这里说到的跟大家对楷书的认识可能很不一样。我们现在来看楷书的形成和它的演变。我们来看这样几件古代的书记。这是东汉时期的一件木简，它是元和4年，是公元87年。在这个字迹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了某些地方已经开始有了楷书的一点痕迹，里边留下了从隶书演变到楷书的痕迹，像这样的横、撇，包括这样的弯折。这个是又过去了将近100年，东汉喜平元年的一个墨迹，这是写在一个瓮上，一个容器上面的，里边也还明显的保留有隶书的痕迹，一些笔法，比如说这个种字的这个长画，这在汉简里边是这样写的。这样的笔画，当然我们可以理解成后来的也很多这样的写法，但是这个写法在隶书里边的很多，但是在其他的地方，像这样的撇、这样的横，
已经跟我们现在熟悉的楷书非常相似。可以认为楷书在这个时期已经在形成的过程中，有些笔画，一个新的字体的形成，它肯定是一些细微的地方慢慢开始演变的。到这个时候的话，演变已经清晰起来了。这又过了几十年，这个是到了三国魏的时候，这是一件非常著名的木简，咸熙2年间。因为在这支木简里有一些字，比如像这个种字，已经跟我们今天的楷书非常的接近，非常接近。这个咸字呢，配字呢里边都有一点隶书的痕迹，还有，但是在大部分笔画里边，已经可以说很接近于我们熟悉的楷书了。这是三国时候的吴，这是在长沙出土的一支竹简。这个三国时期嘛，跟刚才的那个看到的那个简是属于同一个时期，但是南方呢，它这个楷化的过程呢要稍早一点，所以在这样一支简书的字迹里，我们看到楷书的这个形态跟刚才的字相比的话，又有一点推进。这个是到了西晋。西晋呢，它的时期呢，这个是3世纪到4世纪之间，比刚才看见的那个字迹稍微晚一点。那这支简里边呢，大家看到的字迹就非常的流畅、轻松。在蜡笔这样的地方，像起字这样的地方，还保留有一些隶书的痕迹、汉简的痕迹，但是在绝大部分地方的话，已经是楷书了。所以说，200年之间，从第一支简公元87年到3世纪之交，这个大约是200年的时间。在这200年的时间里，楷书基本成型。就到西晋的时候，楷书是基本已经定型了。但是说到楷书的话，我们必须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三国魏他的钟繇。钟繇呢，一直在书法史的文献里被认为是楷书的创始人。他留下的作品有几件，但是因为经过历代的传刻、翻刻，已经很少的保持有他原来书写的痕迹。这一件作品呢，是保留他的书写痕迹较多的一件，叫《见记之表》。从这件作品里边，我们可以隐约的看见他和前边的三国时期的一些简书，他们的关系非常相似。所以我们说钟繇的被传为是楷书的创始者，这个有它的合理性，但是也不完全是这样，因为任何书体都不可能是由一个人的力量它完成整个演化的过程的。我们把它作为演化中间的一位代表，这是没问题。接下来我们就要说到东晋。刚才我们看到的最后一件作品是西晋的，东晋呢又过去了一段时间。那个时候的楷书是什么样子？这是非常著名的一件作品，是王羲之书写的《黄庭经》。但是这一件作品的话呢，令人怀疑。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当时的原作在哪里已经不可考。然后呢，大家即使是拿到原作来刻制的时候，
别人拿你的刻字的又来翻刻，再翻刻，这里边所包含的变化、变形，这就很难把握了。到我们今天所能看见的比较清晰的时间或者说最久远的黄庭经的他本，比如说我们看见的这一件，我们来仔细琢磨它的时候，就发现它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在于他写的太规矩。我们所谓的规矩是什么呢？它的一些线段一些横向的线条，它的平行做得非常的好。但我们要知道，等下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在楷书里边把一些笔画做得非常的平行做得非常好，然后它的之间的距离做得非常准确的时候，那实际上是有一段过程。开始的时候做不到，后来的时候大家做的比较好了，到做的越来越精密了，这是一个历史的自然变化的过程。如果我们把这个过程排列起来的话，你就发现比较早的时代突然出现了一件排列得极度整齐的作品，你会觉得这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怀疑黄庭经是在后代翻刻的时候经过了后人的一些加工，这个是有可能的。我们再来看后面的作品，这是王羲之的2个儿子留下来的墨迹里边的一些字。这几个字为什么重要呢？因为他选自一个作品叫《万岁通天帖》，这是王羲之一个家族他们几代人的留存下来的墨迹的一个公母本，大家都认为这个是比较可靠的。留下来王献之和王徽之的作品呢，实际是接近于行书的，但是我从里面挑出了偏于楷书的这个字。大家看这样6个字，跟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我们联系过的颜体的也好，流体的也好，赵体的也好，它是有很大区别的。我提出一个细节，大家注意一下，它在弯折的时候，比如这样弯折的时候，当由细变粗以后，它这个笔压到多粗，它就直接下来，这个跟我们今天写楷书的方法不一样。大家想一想，我们学的楷书，还有等下我们可以看到颜体的楷书，它按下去以后，它是要提一点再写的。那个时代一按就不提，这是近代楷书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我们看的这几个字基本上都是这样，除了中字，这是有一个题，但是这个可能是因为这笔呢比较短，它有点撇的感觉。好，吴字呢稍微有一点点，跟中字的情况相似。复字呢，看起来稍微有一点点题，但是这边几个字里边，我们把加在一起看的话，只要这个延续的比较是一个长的笔画，基本是没有题的，有按无题，这是近代的笔法的一个重要的特点。然后我们根据这一点来考察其他的作品。这是一件非常著名的作品，小楷，王献之写的《洛神赋》。《洛神赋》呢，但是不完全，只留下了13行，其他没有了，是个片段。因为它刻在一块质量非常好的石头上，那块石头青色，所以人们把它叫做玉版13行，其实并不是一块玉，还是一块石头。这件作品出名的原因，我想是因为它特别的秀美，那种修藏的笔画，那种精密的关系，还有极度干净洁净的它的笔画的边缘，让它非常的特殊。
几乎无人不喜爱这件作品。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太精密。这种精密，我们在其他的作品看到，要到很晚才出现，还要过一些年才出现。在他这个时代，东晋的时候，那时候只有这一件作品是这样的风格，其他的作品不是。比如说，这也是一件13行，也是那么残留的一部分文字。它是谁写的呢？是柳公权临摹的。在这一份作品、这份课本的最后，他是写柳公权留下了一个跋，是他说的，柳公权临摹于什么什么。著名的13行的本子有2个系统，一个是刚才的玉版13行，一个是这个的柳跋13行。这个13行跟那个13行比起来的话，这一件就显得很拙朴，它的平行还有其他的关系就没有那么精致。实际2件作品比起来的话，我们觉得这件作品更接近于当时的东晋时候楷书的状态。时间推移到了这个南北朝。南北朝时期呢，出现了楷书的一些著名的作品。这个时期最著名的作品，我们把它称作魏碑。它的风格在北方尤其强烈，在北方嘛，主要是北魏时期。北魏呢，所以我们把这个楷书呢，都会称作魏体楷书。这里我们选的是一件5世纪到6世纪之交的著名的作品《杨大眼照相记》。在河南的龙门石窟里边，它有著名的20件石刻文字，被称作龙门20品，这是其中的一件。从这件作品里，大家可以看到北魏的楷书它的特点呢，笔画比较方整，甚至有尖刻的感觉。整体的结构呢，也比较偏方，跟我们后来临溪的颜体的，还有我们熟悉的楷书，不是太一样，不太一样。人们有一个疑问，就这么方的笔画的话，到底是写出来的，还是写了以后刻出来的？是不是因为刻的原因变成这么的锋利？实际上，在西北地区出土过一批墨汁，它是墨迹写的，不是没刻，用黑的墨或者红的颜色写的。在这些作品里，我们看到有些笔画非常的锋利，可见这种方节、这种方整、尖刻的笔画，当然在刻的时候有加工、有强调，但是写的时候，它已经是这种形态。这是北方的一种典型的风格。但是北方同时还有另一种风格，这就是这一件作品所呈现的，它叫《石门铭》，是非常著名的一件魏碑的楷书，但是跟刚才看见的风格完全不一样。圆润、潇洒，甚至有优雅的感觉，风格截然不同。这是公元6世纪初期的作品，这个是6世纪30年代的作品，531年的作品，叫《张玄墓志》。这件作品非常有名，它跟刚才的《石门铭》的风格呢有关系。
都是属于比较雅致的作品，但是整体字的结构的外形跟石门铭有一些区别。给大家介绍这件作品的时候，就大家注意一下，就里边的其中的一些笔画之间的关系，已经逐渐的走向准确化。我们看这里的一些横画的关系，你像信字的3横，距离就很准；雅字的上面3横，金字的一些横画，大家已经是在很细心的、准确的在处理它们，这就很明显的看出跟早期的楷书的一些不同。到隋朝统一中国，也把南方和北方的书写的风格，它有一种柔和，在流利和严谨这方面呢，隋朝又取得了一个新的成就。它集中的反映在这件作品，这是龙藏4碑，公元586年的作品，叫6世纪的后期。前面张玄墓志是530多年，这580多年，50年过去以后，书写实际上那种精确化在不停的推进。这件作品的话，跟唐代的作品初唐的作品比较接近，不论在风格、笔画的形态，还是结构的准确性上。当时间推移到唐代，推移到初唐的时候，这时候的楷书取得了一个杰出的成就，也可以说达到了中国楷书史上的一个高峰。这件作品可以作为那个时期的代表作，这就是欧阳询的《九成宫》，李全名。这件作品，关心书法的人，临习过楷书的人，可能都比较熟悉，因为这是一部影响很大的作品。临习历来从唐代以后，临习九成宫的人非常的多，很多人的书写都是从九成宫的学习开始。但是对这一件作品的观察、研究，我觉得还是有深入的可能性。举个例子，九成宫嘛，文章里边这个宫字出现很多。当我把这些宫字全部都收集起来排列在一起的时候，第一个感觉是这些宫字非常的相似。大家记得我在讲篆书的时候说的吧？那个时期写同样的一个字的话，你排列起来一看的话，你会发现非常不一样，但风格非常统一。到九成宫这个时代的话，把宫字全部排列在一起的时候，你猛看过去几个5、6个宫字一模一样，几乎没有区别。这就是说，人们对结构的控制能力已经到极好的程度。但是还不止这一点。当我把注意力放到这个宫字的5个横画的时候，特别是下面4个横画的关系的时候，大家注意啊，它的这个平行的关系非常的微妙。微妙在哪里呢？这5个宫字它4个笔画之间的关系不是绝对平行的，有的它是有一个逐渐的变化，很小的变化，渐变；有的是非常严格的平行；有的距离是均等，有的距离也有一点渐变，逐渐的变化，这个就有意思了。当然，后代人们也有评论学九成宫的人，说他们学得太死板了。我们今天也看的也能见到一些在九成宫上下了很多年功夫的人，人们批评他们那种九成宫的微妙没有了。现在我的问题是，这么5个到6个宫字里边的那4横的关系，人们是怎样去学习和把握的？
这样一追究的话，那我们学习古代的这些经典作品的时候，你就会头脑要多一个弦了。因为我们学习的时候很容易，它平行嘛，写准嘛，那么我们一生就朝这个方向努力，到最后我写的非常的准确，每一个字都非常的准确，那你写死掉了，你肯定死定了，有意思吧？所以楷书也好，其他的规整的字体也好，当然特别是楷书，它的高的境界不仅仅是精确，精确里边还有那种极度微妙的变化，才成就了一件伟大的作品。那么到了唐代的中期，颜真卿出现。颜真卿是对今天的人来说，那是再熟悉不过，颜体嘛，大楷嘛。颜体的大楷跟欧体的大楷非常不一样。刚才我们看见的九成宫，它是一种规整、严谨、严格、精确，但这样的作品，我们一眼看过去，似乎没有精确可言，它只有匀称，只有风格的统一。你看它字的大小都变化很大。在我们印象里的话，颜体楷书那是一个一个大小一致、端正的不得了的字体。但是你们看，这样的一楷字放在一起的话，何等生动！当然，这不是原作的排列，原作它是很大的一块碑，这剪成一条一条，按文字的内容再来排列的。但这种排列，它也能说明一种东西。就是尽管我们写碑的时候，它是画好格子的，打好格子来写的，来刻的，但是它书写者并没有受这个的制约。如果他严格的受那个制约，那最后剪不成这样的样子的，一定是很死板的。但是这里何等的生动！我不知道看了这么几行字以后，大家是不是对唐代楷书的观念有点变化了？这里我还要说的一点就是，这才是唐代楷书的真正的风格。大家说前面的九成宫不是吗？那初唐四家，那是真正的那个谁都知道是唐代楷书的代表。但是你们要注意，欧阳询也好，虞世南也好，他们生活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唐代以前，是在隋代。然后他们是在那个时期完成他们的训练，并且成熟，然后带着他们的经验和他们的技巧，然后走到了唐代。所以初唐的楷书的话，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南朝和隋朝的楷书的集大成。到这个中唐颜真卿才真正发展出了唐代楷书自己的典型的风格。这个风格对于历史上形成的风格嘛，首先我们是对它进行描述和认识，并不是去评价它。但是我们在这种楷书里，我们确实发现了一种东西，就是提按和粗细的变化变得特别的明显。我们看这个元字，元字的第一横的话，提按还不那么明显，有，但是不那么明显。第二横很夸张了，第三横也是这样写的，第四横到以年字的这一横的话，那夸张的已经非常厉害。而且要夸张的话，你这个前边的前后的这个书写的话，怎么处理呢？这大家都很熟悉。下笔的时候，你得把这个笔尖、笔锋调整好，做出这个形状中间可以马虎一点，把提一下，然后过来了。结束的时候，你得很小心的去处理它。换句话说，在写这种楷书的时候，你必须把你的操作控制好，在下笔的那个端点你得控制好，
中间马虎一点过来，然后到转弯的地方你得很仔细的控制，然后再下来，快要结束了，你再要控制一下，让它跳起来。这就是典型的我们从小就学会的按顿按顿提，然后又按顿又提又按顿结束。这是唐代楷书带给我们的典型的用笔的方法。这种编法，这种方法在后代就造成了很大的弊病。我们前面讲过，隶书和那个时期的书写是一个怎么样的书写呢？怎么样的控制方式呢？下笔以后没有着意的停顿，不停顿的，然后开始写，控制，控制，控制，整个书写的过程它都在控制，转弯也控制，但是注意不停顿，接下来控制，控制，控制，控制。好，结束了。现在楷书的节奏，唐代楷书的节奏，下笔做动作，中间不做了，转弯再做动作，然后再不做了，再做结束。你看这两种控制方式和节奏彻底的变化了，彻底不同了。这种改变带来了什么问题呢？你想一想，刚才我就说了，中间不管它了，到后代那是后来的人越来越不管中间了，中间就算了，我们管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中间不管了。好了，那你说中间这一节怎么办呢？它就很马虎，到后来就变成很疲弱。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中怯，胆怯的怯。这就是包世成，清代的一位书法批评家，他说后代的这个以前人写字的话，要讲究中实，中间要丰实。他说不信的话，你可以把两头一个笔画的两头蒙住，看它中间它是很饱满的。现在的字呢，他说那时候你挡住两头，中间就没法看了，非常软弱。清代的字真的是这样。他说这个中实从武德以后是武则天的年号，他从武则天以后，这个中实就不要谈了，没有了，消失了。所以我们这是说，除了我们客观的要谈到颜真卿楷书、唐代的楷书提案所带来的创造性、创新的面目，但是它客观上真的带来了隐藏了一种弊病。实际上，后代的人的一些出色的书法家的他们的成就，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和这种笔法的对抗而取得。有意思吧？楷书在唐代以后，它几乎就没有什么路可走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你说一个字结构，我们写楷书，楷书特点是一笔一笔写嘛，这样的一种字体，它在结构的精确上，这个欧阳询以是一个那个时候就已经达到高峰。颜真卿当然可以控制得很好，但是他放松了，没那么去控制。简单的说，唐代的对结构的精密的控制已经无以复加。你们记住“无以复加”这个词，就是说从唐代以后，你怎么把精密加上去，你加不上去。精密这条路已经没有什么事可以干，你做不出什么。做到了精密，它的匀称什么均衡，这个都很简单啊。那你说楷书你还怎么去发展？这就是说，从唐代以后的楷书，我们首先讲的是大楷，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作品。说得出来的也是学颜真卿，学谁的？没有什么真正新的面目。原因就在这里，不是他们没有才能，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唐人做到的极致，你怎么办？是不是？
你今天当然100米，你跑到9秒多，你还能去努力。如果一个人跑到7秒的话，你至少300年你不要跑了，100米这个项目你不要去练了，你破不了记录了嘛。当然，这个比例这个例子也许不准确，因为楷书的话，它小楷还有一点余地。这就是说，从唐代以后，大楷没有可称道的作品，小楷的话，还可以说一说。比如说，在元代的赵孟頫的这个《西安传》，这是他很著名的一件小楷作品。大家可以看到了，它基本上是以匀称、以美观为基础的。那你说它的点画、撇捺、这个波折之间，跟唐人有什么区别？说实在话，我还真看不出来。但是因为写的小，它的排列还有它的整体效果，跟大楷就完全不一样，而且它的用途也不一样，可以抄书，可以做题跋、写文稿等等，视觉效果是很不同的。所以小楷从实用性、从视觉效果、从它的排列方式，实际上还留下了一份空间。这是元代的倪瓒，著名的画家，他的一件小楷作品。这件小楷作品很有面目，就是他很有他的个性。虽然他同样是以题案为主，题案夸张的也很厉害，但是夸张的方式还有整体结构的方式有点不一样，跟别人可以说很不一样。但是大家注意一点，这里边已经有点行书的味道，已经开始在走出楷书了，但是基本上还是楷书。这是明代的一位书法家，叫王宠。王宠的楷书跟别人又有点不一样，他的笔画之间呢距离比较大，所以整体的效果呢会比较疏朗，散淡，这是他写的一件作品。这样我列举的2位小楷书家是非常有特色的，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些，但是也不是太多。这是明代的董其昌，他写的一件楷书作品。这件楷书作品稍大一些。我举这件楷书原因是因为他写的特别的轻松，他对唐代的那种题案停顿有一些反驳。大家注意看到吧，他的点画之间题案不那么明显，粗细比较均匀，所以他给人一种特殊的感觉，就比较平和、比较安静的这种节奏。这件楷书是写的很有特色的，但是后来这样写楷书的人非常的少。好，对于历代楷书的介绍我们就到这里。那么关于楷书呢，我们再说到有关的几个典型的问题。第一，楷书的历史发展的趋势呢，它是不断的精致化、严谨化，这是一个主要的趋势。当然后代人们也在，当它发展成熟后，也在不断的在其中注入自己的个性，但是它是一种比较难注入个性的字体。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唐代楷书成熟以后，成为人们观念中一切楷书的代表。我们一说到楷书，不用解释，心目中基本就是唐代楷书，欧阳询、颜真卿。而且这种楷书的它的特征是什么呢？题案、留注。留注就是说，在关节的地方、起端和收笔的地方，它要停一会儿。这也影响到后台很多人写行书。你们看过电视里有人写行书吧？写到转弯，行书写到转弯的地方也要那么停搞2下。
这个和早期的行书写法不一样的。第三点呢，大家都认为楷书是一切书写的基础，其中影响最大的一句话就是苏轼讲的，他书法备于正书，叫楷书，书法的所有的要点要领全部在里边，要义，义而为行草，只是在那个盆子里满出来的那一点稍微搞一搞，大家成为别的书体了，成为行书草书，这是完全不对的。这是彻底的站在唐代楷书以及后代受到的影响的基础上来说的话，整个书法史绝对不是这样。但是苏轼影响多大？客观上唐代楷书对后代的影响多大？所以它成为一个通行的观念，千百年来一直影响着我们。所以不管是你是学书法的还是不学书法的，你基本都知道楷书是所有字的基础。练字你先练好楷书吧。你是书法家，你楷书写的怎么样？都是问的这个事情。事情不是这样。而且楷书的影响呢，那之大到什么程度呢？到后代的话，没有书体不受它的影响。我们来看这个篆书，这是清代的著名的篆书家赵之谦，他当然其他书体也很有名，篆书也很有名。你看看这些篆书里面的写法就很有意思了，像楷书吧这样的地方非常有意思，像这样的地方，特别是横画的这个起笔。然后尹秉寿呢，是清代写隶书的一位大家。我们再看他的这个笔画里，你看这种笔画里，看这个头部太像楷书了。这样的点，这样的挑，这样的地方。当然有些笔画它是更像篆书啊，或者像隶书啊，这个是难免，因为是隶书嘛，这是隶书字体。我们说的是楷书的笔法的影响渗透到各种字体里。然后再看草书，黄庭坚的草书我们已经讲过，他是用行书的笔法来写草书的开端，对后代一直有很大的影响。从他这个草书作品里，他的行书是用什么方法写的呢？实际就是用唐代的楷书的方法的影响，受到唐代楷书的影响，然后他用这个方法来写行书，又把这种行书的笔法用到草书里。我们看这样的地方，像这样的横，是吧？这样的笔画都是这样的，这在唐人的草书里是见不到的。这样的地方，这是说楷书对草书的影响，而且对行书的影响那就更严重了。这是董其昌的作品，这是董其昌最好的作品之一。他的行书毫无疑问是从楷书来的，这个影响太大了，这个很清楚。这是从宋代以来都是这样，但是由于宋代嘛，离唐代还比较近，就像他们看唐代的或者甚至晋人的作品，就像我们看清代、明代的作品一样，恐怕还是比较容易。所以宋代的人呢，他们的作品里还保留有更早时代的一些影响。
但是宋代大部分人，宋代以后就更不要说了，那都是在唐代楷书影响下的一些书写方式。那我们对今天的课呢，讲的内容做一个小结。第一点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楷书绝对的不神秘，而根本不是像大家认为的那样，楷书是最难的字体。对我来说，楷书尽管不算最容易的字体，恐怕也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当然每个人对各种字体的敏感不一样。对我来说，最轻松的是隶书，楷书是第二轻松。总而言之，楷书绝对的不神秘，写好楷书并不困难，因为楷书的笔法它比较简单。在我们把各种书体的笔画我们进行分拆、进行分解的时候，你发现楷书的笔画是较为简单的。最简单的当然是小篆，楷书也不复杂，草书要复杂一些，最复杂的是行书。它的笔法简单，规则清晰，重复度高。当然你可以说，我们也拿一个颜情礼碑颜真卿的一个作品里边的撇我们都挑出来的话，哎呦，它几十个撇，每一撇都不一样，就像人们说这个南定序的之字20几个都不一样的。但是我们把这些撇你琢磨里边的动作的话，几乎一样，只不过它按下去以后提起来的时机稍有不同，轻重稍有不同，动作的原理一样的。这是我说它规则清晰的原因。楷书的结构呢，它是以均衡为核心。当然对初学者来说，要把一个字大小控制得好，这个平衡控制得好不容易，但这并不难了，没有那么难。而要控制这个均衡的话，平行等距是最重要的技巧。你要控制线的平行和等距，这有多复杂呢？变化才难嘛，变化的好才难，变化的协调才难，出神入化才难嘛。你要他写的规矩平行距离相等，这有多难呢？这只是一个基本的训练。此外，书法训练不一定以楷书为基础，篆书、隶书或许是一个更合理的选择。对于成年人来说，也许更好。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好的，非常感谢邱老师给我们带来了一堂非常精彩的书法课程。我想这堂课邱老师沿着历史的脉络为我们梳理了楷书的形成和发展的演变。我们知道楷书其实是从隶书发展而来的，在我们早期的楷书的书写当中还可以看到隶书的一些性质和特征。那么如果我们从整个历史的阶段来看的话，楷书肇始于汉末，历经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和繁荣，最终在唐朝达到了一个极盛的时期，也正如邱老师所讲，对后代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那么就是因为唐朝达到了一个高峰，所以从五代以降的宋元明清时期，整个楷书在整个书法史上的地位就比较平庸。除了给我们梳理了这个楷书的发展的历史，邱老师还就跟楷书相关的几个问题，比如说楷书的发展趋势，比如说为什么在我们的观念当中，唐代的楷书是一切楷书的代表，为什么唐代楷书是一切书写的基础，为我们进行了分析。我想这样的一种分析让我们可以站在一个相对比较高的高度去看待楷书的整个的历史的地位。还有最后邱老师讲到了，就是很多的书法爱好者其实都比较关心，我们书写训练一定要从楷书开始吗？好像邱老师觉得并不一定要这样，也许篆书和隶书会是一个更合理的选择。其实刚刚邱老师讲课的时候提到了魏碑，然后呢有一个很年轻的青年学者叫钟志帅写过这样一句话，叫魏碑书法上可窥汉秦旧范，下能察隋唐习气。我想从这样一句话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魏碑所在的时代，也就是魏晋南北朝的时代，其实是整个书法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变革的时期。那个时候还带有一些隶书的特征，但是楷书的性质又不成熟，
所以很多人就讲，恰恰是因为这种不成熟，所以才出现了在那样一个时期比较百花齐放的局面。而到了唐朝，可能我们的楷书已经发展到足够的成熟、足够的精致、足够的精细和严谨，反而束缚了楷书的进一步的发展。我不知道邱老师对这样的一种观点，你有什么样的看法？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这个有意思的就在于呢，整个书法史是一个漫长的时期，有些时候呢光彩夺目，有的时候呢比较平淡，有的时候名家辈出，有的时候很缺少我们五体投地的大这么去崇敬的大家。原因是什么？是吧？实际上可以这样来说，这个其实在学术史上，在艺术发展史上，我们都可以看到一种不均衡的东西。这里不均衡，比如某个时期众星灿烂，这个原因很多。我记得有一本书里讲过，叫做《当代思维方法》，它最后有几个结论，其中有一条就是告诉你，直接的告诉你，拒绝一切简单的结论。大家知道我想说什么吧？就是这种众星灿烂的局面，我们看起来可能是跟这个字体它的过渡时期有关，但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非常复杂。所以我想换一个角度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就是说每一位学习书法、有抱负，或者最后你取得巨大的成就的这样的书写者，你是在一种什么情况下工作和学习和创造的呢？是在一种历史的大的背景下、大的脉络下，你去做，你站在某一个点上去做，这个点你无法选择，对不对？是不是在那个繁复、这个众星灿烂的这个字体转变的时候就比较容易成功呢？那不一定，比别的时代多一些，但是比率还是很少的。在一些看起来很艰难的、没有什么希望的时代，能不能出大家呢？也可能，这个里边的原因不知道。所以每一个去学习做任何事情的人，你当然可以去想，哎呦，我这个时代不怎么好。我记得嘛，很多年以前曾经有一个理论，说是艺术史的发展呢，它有4个阶段，创始期什么高峰期，最后衰落期，最后怎么样，然后又循环。我现在有点怀疑这个创制这个理论的朋友或者理论家，他对自己的创作没什么信心，是不是？觉得我们现在处在衰落期嘛，那算了，大家都差不多了，再努力也没用了。所以我认为呢，每一个想热爱艺术的人，每一个希望深入书法的人，你都有机会。至于这个时代是不是给了你这个个体一个好的机遇，不知道的。按道理来说，今天这个时代绝对不是一个书法的时代。大家都会说，谁也写不过古人。我说不，把20世纪我们挑出3、5个人来，挑出5件到10件作品，不差于任何时代。因为我们看的平庸的东西太多了，被我们的感觉已经是被这种东西搅成了一团了。那些最好最精彩的东西不容易挑出来，不容易跳出来。你自己偶尔写出一笔或者写出一张那么精彩的字，你自己都不敢相信，那还有什么办法？所以我们首先要有信心。任何时代都是对于你这个个体来说最好的时代，每个人都有希望。至于最后怎么样，那是要历史去检验的，很长的历史检验，
你说。好的，谢谢邱老师。我觉得邱老师刚才最后那句话说的特别精彩。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也许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最好的时代，因为时代我们不能选择，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我们唯一能做的是发挥自己最大的可能，去做到自己的最好。而我们至于将来做的怎么样，那只有等待历史去评说。所以再次感谢邱老师。那我想这一堂课听下来，我们把下面的时间留给我们现场的观众。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请教邱老师，或者说你听完这堂课有什么样的一些感想、一些思考，跟大家交流的话，也可以举手示意。邱老师您好，刚才听了这堂课的话，因为这个楷书的这个结构均衡肯定是它最核心的这个东西，那么我就想请教一下，这个均衡的这个就是说大体上它有一些什么样的规则没有？因为前段时间的话非常偶然，我写一个我举个例子来说吧，就是我们手帕的帕，正好当时的话我是因为到云南去写这个帕沙这个茶，我想自己设计一款这个包装，但是我写完这个字之后的话，我旁边那个朋友他是个台湾人，他非常自然的就提醒我一句，他说你这个比例好像就手帕的帕这个金字不应该大于旁边这个白。那么就当时我也很含糊，因为我写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刚才您讲这个结构的均衡，我想均衡肯定不是个等分的概念。那么就是说这个一下让我想到这个例子，就是这个均衡，就是我们平时写这个字的时候，应该大概怎么来把握这个均衡？比方说字体的这种是不是有一个这个你比方说帕沙的帕，因为这个音取自于右边的这个，那么它是不是应该更大一些？有没有这种说法？谢谢。好，你的问题实际是很具体的，甚至具体到这个帕字。我们可以说，刚才我谈的均衡，大家想一想，这是一个概念，一个原则。他现在的问题是要知道怎么实现这个原则，在一个具体的结构里。我看看能不能用3分钟能解答你这个问题，比较难的了。第一点，我讲很具体了，你可以在这个字的中间画一条直线，这个线我称作轴线。这个轴线怎么画出来呢？当它画在整个这个字的重量的正中间，左边和右边正好对等。并且这个轴线的倾斜的程度呢，代表这个字倾斜的程度。比如你这个字，我们写字嘛，写的是有点像这样歪的，你这个线画的就要有一点歪。然后你把这个线转过来，转成一个垂直的位置，你用感觉来平衡，来看检查左边和右边是不是均等，这可以做吧？这很具体了。不均等的话，你再调整这个线。当调整好了以后，这个字的这根线就很重要，这根轴线就代表了这个字倾斜的状态，还有它两边分量的状态。至于这根线如果太靠左，那就说明你右边重了，不在你需要的位置上；如果太靠右，这说明左边重了，是不是？这是我在章法的构成里面介绍的一种画单字轴线的方式，这是第一点，你可以去检查。第二点，当一个字用笔画分割成了很多小的空间的时候，这有很多小空间了，我们一看就一个字里边有很多空间。这个比如第2行的第一个字，它实际上左下和右上就是2个很明显的空间的分割。这样的空间的话，一般来说这些空间的大小应该接近。你看，这是古诗四帖里边的，也是非常中国古代书法里最狂放的作品之一。你看，我们随手举这个例子，四字的2个空间多均衡，是不是？这书写的时候肯定是无意的。这当然是一个简单的例子，在其他很多地方都是这样。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空间的均等。
当然，你不可能绝对的均等。比如说，我们第3行的第4个字“青”字，“青”字你就不能均等了。左边只是一竖，它是3点水一竖，然后右边是一个青色的青，青天的青，然后这两者之间你不能均等了。它左边的笔画很少，右边很多，所以一定要给左边多留出一些地方。这样的话，用我的话来说，它就留出了一个大空间。在一个字里面有一个大空间的时候，这个字该怎么处理？有2个大空间的时候该怎么处理？3个的基本不会有的。然后这有个安排的原则，不管行书、草书、楷书、隶书、篆书，它全部遵循这个原则，这很有意思吧？没有人谈过这个事情。当然，我今天不可能3分钟嘛，我不可能把所有的原则都能在这里进行讲述，那恐怕1个小时也不够。但是我就会告诉你，这个原则分布的原则，又从空间的面积大小来看是存在的。另外还有一个空间的原则，就区分开，就这么划分出的最小的空间，它里边不是一些很小面积的空间吗？你们自己都可以找到，有些比较大的空间。就是一个好的书法作品里，它的最小的空间都是应该敞开的，不压抑的，不拥挤的。这又是一个原则。这样的原则多吗？不多，3、5个。掌握以后，你字就会写得比较不错。讲完了。好，谢谢邱老师。邱老师您好，我想问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就是我们学习书法在选帖、临帖和换帖的问题。就是如果一个孩子对于一个就是面对一张白纸，什么都没有的孩子，我们在教他学习楷书的过程，就是让他去选择这个字帖，选择楷书的字帖，是像包办婚姻给他指定吗？还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可以参考的这样的一个依据？然后在他临到一定阶段，什么时候该换一个帖，有没有一些标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就是对于成年人来学习，篆书和隶书是一个很好的入门的方法。我想问草书可以吗？先回答你第2个问题。谢谢。不可以。因为一个小孩他刚开始学走路，你说你去练100米，这小孩肯定要摔得鼻青脸肿，这是肯定不行的。成年人也不行，也会摔跤的，也不行。第一个问题，你举的例子很好玩，你说的是包办婚姻的事情。对，一个5岁的小孩，你怎么跟他处理婚姻问题呢？你肯定得给他安排呀，得给他训练很久。像里尔克讲的，我们去谈恋爱要准备很长的时间才能开始谈恋爱，这是他讲的话。里尔克讲，给青年诗人的几封信里。好，再说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属于第10讲的内容，我已经准备好了，在那一讲里面要讲的，这是一个重要问题，今天不回答好吗？好。因为邱老师第10讲就是如何进行科学有效的书法训练，所以如果有这样的疑问的朋友，我们可以留到第10讲的时候来听邱老师讲课啊。然后还有观众有问题吗？我想问一下，就是清代出现了就是一批书家群体对颜真卿书法的这个接受现象，然后我想问的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清代会出现这样严家样的现象，而不是去取法的柳公权或者是欧体？所以我想说，是仅仅因为碑学复兴吗？还是因为什么其他的因素？好，这个先说颜真卿的这个。颜真卿实际从宋代以来，专门我有学生写过这个论文的硕士论文，就是宋代对颜真卿的接受。就从宋代以后的话呢，颜真卿已经成为一个神一样的人物，超级大师，精神领袖这样的人物，书法界。所以后代学颜的人很多很多，这个太正常了。非常正常，就像我们今天一样的，大家举手，
小学里面学的是颜体、流体还造体，大家举一下手。我估计学颜体的比较多。这个问题性质差不多。清代中后期兴起的碑学的话，实际上他们强调的是北魏楷书，而且强调的是一些人们从来不去关注的，而且不太熟悉的。他们认为那些作品里更多的表现了书写的真意。在我想象里边，他们对颜真卿好像不是包括在这里边。他们重点不是指这个。当然有讨论说唐碑包括不包括在碑学里，有的认为包括，有的认为不重要，这有很多争论。但是毫无疑问，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北魏。就是有学者说，就是颜真卿，他的书法也受北齐碑刻的影响，家族的这个就涉及到书法史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我们看到任何一个人的介绍都会说，哎呦，他受到欧阳询的影响，还有颜真卿，还有杨应士，还有谁的影响。这个东西话比较好说，但证明很难，对不对？你怎么证明呢？你证明某某受到了欧阳询的影响呢？是那个口字，还是我说的工字的平行的渐变？都没有人证明。所以我感觉这一直是书法史上的一个问题，方法上的一个问题。说某某某的书法，他有颜真卿的、虞世南的、欧阳询的谁影响，最后造就了一个综合的、有原创、有独创性的风格。这个你说书法家谁不理颜真卿？谁不理欧阳询？谁不理米芾的？你说所有人都受这些影响，所以这种话因为他很难证明。谢谢邱老师。好，谢谢邱老师。我想这个女孩刚才的问题跟我刚开始问邱老师的问题有点像。有些时候我们总是过于简单的去把历史简单化，其实历史始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的产物。我们很难说用一句话、一个人来概括一个时代或者概括一个历史的现象。我刚才看到还有2位观众举手，我们最后2个观众机会，这边有一个，这边有一个。邱老师您好，就是我有一个问题是说，我们应该把楷书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因为我觉得在现在我们大家都进入一个电子化的时代，那么像行书、草书这样比较容易去表达个人情感或者个性化的书体，我觉得可能会更容易的得到发展。那楷书相对来说在这方面会受到很多的约束和制约，那我们要用怎样的方式来对待楷书？是仅仅作为我们去练下一个书体的一个基础呢，还是说我们应该用更大一点的眼光去看待它？谢谢。这里面有个性格、有个选择的问题。至于问到在一般的概念上，我们说楷书在今天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第一，它还是继承了相当一批重要的作品。然后怎么深入的认识那些最重要的作品，像前面我已经举的例子，像九成宫，大家都觉得自己很熟悉，但是里边的很多关键的重要的细节从来没有人提过，这是第一。第二，这种楷书的话，楷书的训练我觉得可以作为基础训练的一个选项，或者作为一个综合的基础选项里面的一个单元。如果你是学习专业的，那楷书肯定要过一下。至于花多少时间去过的话，如果你是本科生，那由不得你去控制他老师安排课程。如果是你完全是一个自由的学习者、自学者的话，我建议不要安排过多的时间，特别是在你的创作阶段，不要太多的花力气。当然我们现在有楷书委员会，我也不好多说什么。好，谢谢邱老师。邱老师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刚才您谈到九成宫的一个5个字5个宫字拿出来，它有极为细微的区别，尤其是谈到它几个横画，它并不是完全平行的。我想问一下邱老师，这种不完全平行的这种产生的这种极细微的差别，是作者是有意识的呢，还是无意识的呢？谢谢邱老师。刚才我不讲了吗？所有简单的推原因我们都要否定，我们就假设你这是复杂原因里面的一个。第一点，我们还可以第2、第3、第4、第5。
其实这个问题对不对？你这个作为一种推测，肯定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们把所有的推测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很可能，我没说肯定，因为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怎么想，很可能他不是能力问题，他能力太高了。你们说呢？这里边就是一个合情跟合理的问题，还有10个8个搁在一起，原因搁在一起，我们选择的问题，是不是？但是这个问题还不如换一种问的方法，那就是说，这是这个欧阳询自己意识到的吗？他是有意的吗？还是无意的？对不对？不是说能力问，我讲的不是能力问题，是无意的，99.999%是无意的。当我们在做理论，在做古代的笔法，颜真卿在王羲之在绞转的时候，颜真卿某某只是提案为主的，他们是有意的吗？不是。如果是我们来这样推理，如果是有意的话，证明就是他说过才叫有意，没说过你就不能说他有意，只是一种推测。只要在文字上留下了信息，后代人不会不抓住这个蛛丝马迹的。那就它就渐渐会变成一种有意识的东西，或者就被淹没，重新又回到无意识。但基本上我们觉得很多东西是无意识的。现在就要说了，欧阳询的无意识跟我邱振中写楷书的时候的无意识，这个水平差别有多大呢？我说很可能天地之差。因为我写不出一件那么精美而且有极为微妙的变化的楷书，他写出来了。他写的时候是灵机一动，还是每一次都那么死板的去刻骨铭心的要写平行？我想你们说哪一种？肯定是第一种，对不对？因为一个真正做到了熟练的人，他就像什么呢？打棒球也好，乒乓球也好，前2天在看那个乒乓球的决赛，现在的乒乓球技术真的跟以前不一样，那么快的时候打得那么准，而且接连的扣杀、抽杀，我看都看呆了。那以前的世界冠军跟他们比，肯定打不过，因为这个在变化。这里边给我的启发是一个什么东西呢？这就是说，当一个技术、一项技能、技巧，你做到出神入化的程度的时候，那根本就是一种极为灵活的运用。他自己也不知道，你要问他是不是意识到要用那么大的力度、那么大的角度，那怎么知道呢？但是教练看录像的时候会跟你量那个角度的，下次你的手这个肘部抬高一点，好，就抬高一点，这个不矛盾的，是不是？我还想起一个细节。有次看那个秦香莲还是什么电影，这很老的一个电影，马连良有一个动作，他在唱的时候，他这个袖子就掉下来了。按道理这个袖子估计要遮得比我没有我的遮得这么高，但是要遮得也得遮好了。唱的时候他掉下来了，唱的时候他就边唱边把这一个掉下来的这一半折上来，一点不妨碍他的唱。哎呀，我觉得太好了。讲完了。好的，非常感谢邱老师。我们还有最后一位观众，如果大家有问题，我们可以留到以后再提问了。今天时间有限，给这位观众最后一个机会。您坐下就可以啊。邱老师您好，就我是本科是学法学的，然后因为喜欢那个书法，然后跟着您的学生郝老师学，然后转到了书法专业，然后底子比较薄。就是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像我这种类型底子比较薄的，但是又想在自己这个专业上做出点小小的成绩吧，就您觉得怎么做才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能够做出一点成绩呢？因为看了邱老师您的书，包括您写的东西，还有您在其他学校做的一些讲座，在网上看了您做的一些您的一些上课的视频，然后看了您的书，您写的那些书，
然后就是感觉您的知识非常的深也非常广。这不是问题，你讲问题，讲问题。然后就是想请教您的是，怎么样能够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做出点成绩？还是那个问题。我为什么笑呢？因为跟颜真卿、王羲之还有欧阳询比起来，我们的底子都比较薄，都需要努力，对吧？取得成绩嘛，因为他没说成绩要取多大的成绩才算鼓励，这其实不难的。比如说，我今天临摹比昨天临摹的要准确，这就是成绩啊，这足以给人信心了。讲一个另外的事，因为很多书里边都谈过，他说我们这样看一本书的时候，发现那些精彩的著作甚至名著里边产生的某一些观点、描写或感觉，哎，我们曾经有过，这大家都有吧？哎呀，他说这个很重要，重要在于哪里呢？让你跟这些伟大的人物有个息息相通的感觉。我想说的是，这种地方就足以给我们成功的喜悦，让你有信心。讲完了。好，谢谢老师。我想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给我们的现场观众留这些时间了。我觉得每一次邱老师不仅上课特别精彩，每次回答问题的环节也总是特别的妙语连珠。因为我觉得邱老师不仅仅是在书法领域特别的厉害，而且邱老师总是会把我们的思考带到一个哲学的高度，我觉得这是邱老师特别与众不同的地方。那么我想到现在我们今天书法课程第8讲的录制就结束了，在下一讲第9讲的课程当中，邱老师将为我们带来的是日常使用最频繁的书体，也是书法史上留存的书法作品最多的书体——行书。所以让我们共同期待下一次课程的到来。谢谢大家，再见。好，谢谢大家。